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11月13日，星期四。今天这个呢是太阳哥聊财经啊，还是聊一下美国股市还有黄金的投资。本来呢我是想在上个星期天录一期的，但是呢那天晚上状态不太好，所以呢就没有录啊。而且呢就是我觉得这一星期的变化还是不会特别大的，就是和我上次录的内容来讲，所以呢，我就星期天没录，想观察一下。那么这个星期呢，到今天已经星期四了，我发现呢，还是有一些事情就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么我觉得呢，值得讲一讲，所以呢，就给大家录这一期，并且呢，我呢也在最近还是在找这个会翻倍的一些美国股票，就像我之前找英特尔、找特斯拉或者找一些其他的股票，对吧？那么目前呢也有一些线索就分析了一些股票，我觉得还是不错，还要再仔细的、精确的去判断一下。那么后面呢，我也会给大家分享就是在这个后面的视频里面。首先呢，我觉得呢，就是这个礼拜最大的内容就是一个是，有一个什么神秘的做空的专家，对吧？他要做空英伟达那么这个 NVIDIA 呢，本来呢我就上周说，我说他们会跌就是整个股市，那么他就这周就跳出来这个做空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种我觉得新闻呢，其实我是肯定没有办法去预判的，对吧？那么大家在做这个股票的时候呢，主要其实还是要判断整个市场的一个大的趋势那么我上次的节目里面我说年底那么这些股市什么不会特别好的因为除非有特别好的一些事情，所以这种做空专家就跳出来了，对吧？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不是说英伟达还要跌多少？我想说的是，就是大家也不要被这种什么做空专家的新闻给吓到了因为做空也有很多人输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做空这件事情本身呢，它是和大的规律就是和股市的规律是就是怎么说是相反的因为就是公司确实也会倒闭，对吧？或者说公司会不好，但是像英伟达这么强劲的公司，只是说什么人工智能 AI 这些东西并不赚钱什么的，就要做空英伟达。这个呢，我觉得理由并不是特别充分然后也其实逻辑上也不对，对吧？因为像人工智能或者 AI 这个东西，它还没有就是完全的应用到就是大家的生活当中这个应用方面到后面肯定才会出现的就像那个无人机这个东西，无人机这个东西一出来的时候，就是在天上去飞那个东西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少人好像觉得它未来有多大的市场，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不管现在是在军事上，还是在这种就是日常民用级别的，对吧？像深圳什么大疆这种公司它就做得非常大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这种做空的新闻大家不要去在意就英伟达，就是还是要合理的去看待现在的下跌或者说它的未来主要的还是要看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还有这家公司具体的一个情况，对吧？就像这个专家他跳出来，他说我做空英伟达，英伟达这公司本身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变化，对吧？你说如果说现在中国市场它不买英伟达的产品了，这个有可能它是一个直接跟它的近期的销售额或者未来的一定的那个目标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不要去特别的在意。
第二个呢就是特斯拉啊，特斯拉那个有一个什么马斯克未来要拿1万亿的工资啊，还是多少工资？反正就是一个特别夸张的工资吧啊！我因为没有做稿子，所以我也就不去看了啊，就特别夸张的一个工资。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啊！就做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目的是什么？对吧？是想就是拉升这个价值，还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公司未来很有希望，还是什么？对吧？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大家要去思考的啊。这个呢，我觉得就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但是我认为这个对特斯拉未来的股价是很有影响的，大家要去思考，要去判断啊。我的观点呢，我是觉得就是他是想就对这个特斯拉这个公司呢，未来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规划，对吧？讲了简单一点，就是要吹一个更大的梦想，或者说吹一个更大的牛皮，对吧？啊，因为怎么来验证这个牛皮呢？你说啊，这么多公司能够成功，那现在什么也没看到，那大家就不相信，对吧？那么大家相信的是什么？大家相信的是马斯克的能力啊，这个是大家能看得到的，对吧？或者说马斯克的这个热点啊，就你会觉得很多这个关注度都在马斯克的身上，这个也是大家能看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啊，马上大家要发给马斯克多少工资啊，不然我就不干了，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我觉得通过一种聪明的方式，间接的呢来体现，就特斯拉未来的价值吧，啊，这个是我的一种看法。当然，你们也可以有你们的一种看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讲一讲巴菲特吧，啊，因为巴菲特老先生呢95岁了啊，最后写了一个信，公开信。这个公开信里面呢，他有提到了一些就是过去的一些事迹，有提到了他的人生的挚友芒格先生，也提到了就是他把他的财产交给了那个子女啊。那么他也提到了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公司的股票这段时间的一个下跌。那么他说呢，他说美国这个经济会好的，未来呢这个股票呢还是会上涨的。他说他的这个公司的股票呢，过去也有过下跌50%的时候啊。那么从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他就意思现在不是一个美国经济比较好的时候，而且呢，就最近对吧，大家也看到了有很多公司都在裁员啊。当然裁员的说法呢也是有很多的，有的呢说人工智能或者说什么机器人之类的就能够做这些工作，有的呢就是说是目前的经济不好啊。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现实的，就是没有一个公司的老板或者说一个就如果这个国家它经济不好，那么这些人他们会站出来承认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很少的。不管任何一个国家，大家都会就是找一些更看起来轻松的说法，对吧？不会说这么严重啊。比如说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是必经之路啊，反正就有各种各样找理由吧，不会说啊现在经济很糟糕，大家过得很困难，这种是不会的啊。那么我觉得巴菲特这封信里面呢，他就讲到了啊，这个现在应该不是一个美国经济好的时期。那么这个呢，也和就是老川啊，美国的老川，他现在向全世界收关税。那么老川或者和他的团队呢，觉得这个有用啊，好像还这个礼拜还是要给大家发钱，对吧？发$2000还是多少？那么有的人呢，像可能我觉得巴菲特这些人呢，他们就觉得，这种方式并不能够带动美国经济啊，可能还会把美国经济搞得更坏。这个在他之前就是他有说过的啊，他说什么关税就是一个战争啊，什么东西，反正他说过，之前说过一番这种话啊。那么他现在又重申了，
那么他95岁呢，他说把钱分掉了，他也不管了，这个大家也要去判断和理解。一个呢，就是他是把这个钱就是套现了，他不管了，他就把钱套现了，给到他的这个子女啊，或者给到他的下面的这个接班人。这种呢，就是我走之前我就把它交接清楚，对吧？我觉得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呢，就是他现在已经95岁了，可能身体也确实没有过去好。然后呢，他又觉得呢，现在不是一个好的经济的时期，但是可能也没有到一个买点，对吧？就现在他要卖出，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卖出的机会，但是买点还没有到来。那么他对未来的美国经济呢，他觉得可能有一段时间，这个美国股市不是美国经济吧，就美国股市吧，有可能会下跌的有可能呢，就是等到下跌完以后，这些时间再等到他去买，就他的年龄就不对了就可能比如说再过2-3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坑砸下来了，或者说再过1年有个很大的坑砸下来了，然后他买进去，那么买进去以后可能要等待收益嘛，可能要等待几年，就是他等不到这个很多年了这是我的一种判断所以呢，就是他就交接了，对吧？所以这个也是有大家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总的来讲呢，就现在我认为不是一个好的短期来讲，就不是一个好的买这个美国股票的一个时机当然这也要看板块有的板块就像我前面说了，我在分析有没有翻倍的机会。那我目前也找了几个股票，我觉得明年可能也是会有翻倍的就这种翻倍最少应该也是50%以上，就也有可能100%，对吧？但是我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时间去仔细的研究。那么下期视频应该我会讲的我会讲的，应该时间也够了。那么接下来呢，就再讲一讲那个黄金吧黄金呢这2天又上去一点，最低的时候呢是到3800还是3900吧，就是这个黄金。这2天呢又到了4200那么最高的时候呢是4400。那我之前呢，我下了这个黄金的单子呢，其实我最高的时候我也没下很多，我最高时候是盈利了5000多欧元，但是我没有卖因为我还是觉得，就是第一个目标应该我看到的是4600、4500，对吧？然后它又慢慢上去了嘛，我觉得也没什么因为反正我也没亏损，对吧？就本来也没有想立刻做一个特别短期的事情那么现在又上去了，我觉得呢，我的看法是它还是要下跌的，对吧？但是你真的实际在操作当中，肯定就是要等待因为如果现在我没有卖，要不就是它如果没有超过新高，那么我就继续等待。如果它超过新高了，它突破了4400了，往4500走了，那我就要止损，对吧？有可能就是这样的是一种操作的思路但是对我来讲呢，我肯定会认为它现在短期来讲还是会在下跌的因为今年的黄金已经涨幅超过了50%，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了，就也说明就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对吧？那么我觉得呢，就是它再往上，在年底因为还有1个月嘛，就12月30之前，我觉得它还是会向下跌的还是会向下跌的。好吧，那么就先说这么多吧欢迎大家订阅关注拜拜。